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元。今天的话题会比较特别一点，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游戏的玩法，为什么玩家都在拉扯。会说这个话题是因为开始越来越多玩家拉扯，但是玩家们都不太确定自己拉扯的意义是什么，还有为什么自己的报告会比较难看的原因。我们先从拉扯的由来开始说起。那其实拉扯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，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。为什么要拉扯？那各位要知道，我们在战斗的时候，如果是攻击一个目标，你的队伍就会围成圆圈，所以就导致成你的统帅释放技能的时候，可能是在左边、右边、上面、下面，就是说有很大可能你的 AOE 是打回去给你自己的部队。现在画面上所使用的队伍只有5个队伍，所以看起来问题不会这么严重，但如果是使用7个队伍的话，甚至还有一个队伍是在后方的，是完完全全的把伤害，也就是 AOE 打回给自己的队伍。第二个原因，因为在早期呢，其实还是有坦克概念的，就让步兵玩家在前面挡着，然后骑兵玩家在后面拉扯。如果操作的好，表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子。你们可以看到我的 AOE 全部几乎都是叠在一起，然后往敌人的方向打过去。就比如像你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，你拉一个步兵队伍过去，大多数的玩家都会攻击那个队伍，然后你剩下的队伍只是需要在旁边打拉扯就可以了。因为在早期不是这么多玩家会拉扯，所以你只要有一个部队可以去坦克，然后剩下的部队都拉扯，调整位置去打伤害都可以了。拉扯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把对方拉去你的人群之中，又或者你要把你自己的部队从对方的人群之中拉回出来。不过这个操作通常是给前排的玩家使用而已，并不是全部玩家都需要使用。第4个原因就是自己的能力可能没有像对方这么强，就比方说你的装备军器比较弱的话，你就可以用拉扯的方式让对方不会集火在你的身上，然后你可以用拉扯的方式来赚取更多的报告。因为只要你拉扯操作的好的话，敌人是没有办法释放技能的，只有你单方面释放技能，就比方说我现在画面上所演示的那样，只要你能掌控好你的怒气，回头去释放技能再拉扯，那敌人很容易会断掉怒气，又或者对方如果操作不当的话，他可能只是攻击到你一个队伍而已。接着当你拉扯的时候，敌人就会跑入你的大部队里面，然后他就会开始跑。当他在跑的时候是不会放技能在你的身上的，他只会往回走而已。这个时候就是让你获得更好报告的时机。那为什么现在拉扯没有用了，而且为什么你拉扯的报告这么难看呢？那首先各位要知道，拉扯其实是有风险的，就是在你拉走的时候，对方还在积攒着怒气，当你回去的时候，对方就释放技能了，你回去的时候只是吃到技能而已。就像我画面上所演示的，我以为自己打出了一套技能，然后把部队拉走，那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吃到敌人的技能了，看到吗？然而我的敌人他在持续打的途中是会积攒怒气的，他可以打出更多次的技能，然而我拉扯可能会断掉怒气，要重新计算过。然而我的怒气断掉了，但是敌人的怒气还没有断掉的话，他可以打出技能，反而我还要等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拉扯的时候有时候报告不好看的原因。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当你在逃跑的途中被敌人给围剿的时候，最好站着去攻击的原因。如果你一直持续逃跑的话，反而你没有办法打出技能，你的报告会更加难看。这一切都是跟怒气有关的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跟怒气有关的，就是你拉扯的途中，如果你操作的不好，你很容易让自己的怒气断掉的话，就变成说你没有办法打出主动技能。各位要知道，大多数统帅的伤害都是来自主动技能的，就比方说亚瑟王他的2800伤害也是通过主动技能打出去的。如果容易时常断怒气的话，就变成说你通常打出去的伤害就只有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的基础计算是200而已。那你打不出主动技能还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打不出技能，没有办法触发到有一些技能是因为主动技能而触发的。就比如说有一些技能是释放了主动技能之后会提升自身部队的增益。假设你没有办法释放技能，就算给你再强再厉害的统帅也好，你也没有办法打出更好的报告，你的表现也会不好。再来另外一个现在拉扯的报告不好看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因为现在统帅的伤害太高了。当统帅的伤害太高的话，你的敌人很快就会死掉，就变成说你的怒气会一直断掉。假设说你的操作并不是很好，你没有马上切换下一个目标，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部队维持在有怒气的状态下，就变成说你的怒气每一次打完一个敌人之后就要重新计算过。
除非你的部队就在最前方，对方的 AoE 一直打到你的话，就算你打完了一个目标之后，你还是会有怒气，但最后的结果就是因为你站得太前面，就变成说你受到的伤害会比起一般的玩家还要更多。最后就是大家的心理心态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想要成为第一个受到伤害，又或者是受到最多伤害的玩家，所以都会选择拉扯。但是只要你的部队、你的队友永远都只是在逃跑，被敌人给追击，变成你的报告是永远不会好的。所以为什么在之前960的报告会比较好？为什么960每一次都可以打败敌人？就是靠这个心理心态。只要你们能够组织自己的王国，全部玩家都是往前冲，没有撤退的话，其实对方看到你们扑过来，他们就会往后撤。当敌人往后撤退的时候，是完全没有办法释放主动技能的。当然这个也是关系到领导啊，如果你的领导自己也在拉扯的话，那其他的玩家其实也会跟着拉扯，没有一个人负责带队。而且如果你的队友全部都在拉扯的话，就变成你们的战线都一直往后撤退。如果长时间是这样子的话，大概率会没有玩家想要上线，因为报告都太难看了，就会变成这一场 KVK 很快就会结束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拉扯的缺点。第一个就像我刚刚所说的，如果你们的玩家大部分都在拉扯的话，你的战线永远都只会往后撤退，你们的王国永远都没有办法往前推进。第二个缺点，只要你的王国大多数玩家拉扯都不是很好的话，报告都是亏的。那报告都是亏的话，大多数玩家都不会想要出来打架了。第三个原因，尽管有一些玩家他根本不在乎报告，不在乎自己能不能释放主动技能，但这样子长时间的拉扯会让你自己的操作疲劳，可能会觉得很累，感觉玩这个游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，最后也是会选择离开这个游戏或者是不玩了。第四个原因，长期没有办法释放技能，就变成统帅的技能全部都废了，玩家投资的那些镜头在统帅上面全部都没有用。第五点，开销会增加，因为你的队友跟你自己都在拉扯，你的报告永远都不会好，就变成说你所需要消耗的资源跟加速都会比起你的敌人还要更多。所以今天的影片我就跟大家解释了为什么玩家会拉扯，为什么有些玩家的拉扯报告不好看，拉扯之后有什么影响跟坏处。但说实话的，拉扯其实并不是这个游戏的核心玩法。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拉扯这么夸张呢？就是电脑版出现之后，有快捷键的时候。但电脑版的操作方式呢，是比起用手机或平板还要来得更好的。所以官方在最近为了要加强手机跟平板玩家的操作性，所以就添加了回去城市的按钮。但是这样子会导致到越来越多玩家都在拉扯，情况会越来越糟糕。所以他们对于技能方面也是下手了，而且官方其实已经开始去设计了，或许有一些玩家没有发现到。但是关于那个部分呢，我们会留到下一个影片再说。今天的影片先到这里，如果各位对于拉扯有什么看法，或者是想补充的部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